这个沙块在沿海的话，可能算得上是最廉价的海鲜了。在我们这里的话，算起来它还是不廉价的哈，10块钱一斤的沙块，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种海鲜。这个牛蛙呢，现在真的是降价了，10块钱一斤，赚几2个月都是20块钱一斤。牛蛙属于河鲜，沙块属于海鲜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河鲜炒海鲜。大家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在买蛙蛙的时候，叫年轻的老板娘给我们打整干净。自己回来打整的话，看起来比较残忍。第二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蛙蛙的皮，大家可以捡回来做一件真皮的衣服，也不要浪费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这盘菜的成本可不少哦。买了3只蛙蛙。香料的话，我们准备上一点青红2荆条，提前清洗干净过后切成壳块，既可以增加鲜辣味，又可以使整道菜颜色更加的漂亮。在川菜里面用这个小青椒和小美辣，用的真的特别的多，尤其是近几年的江湖川菜。再来准备上一点姜葱蒜，给它切成壳块。姜葱蒜壳块主要是用来提味的小料。再来一点泡的这个野山椒，这个放进去的话，味道就出来了。再放一点干发酵壳块到里面一起。这个沙块我买的是无沙的沙块，买的时候全部都还是活的，现在这些有的都已经挂了。沙块用清水反复冲洗过后，下锅先焯一下水，来一点料酒，焯开过后就可以用漏瓢全部漏出来，再放到清水下面给它冲洗一下。牛蛙现在来码味一点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老抽，再来少许的淀粉，下手给它码匀。大家在做牛蛙的时候，记住一个要点，就是要现码现炒。提前码味的话，它会吐很多水出来。现在我们另起锅来一点菜籽油，把锅置好之后，下入腌制好的牛蛙，先给它快速的滑熟。牛蛙滑熟过后，倒出来避孕。另起锅来一点菜籽油，下入这些小料给它爆香。再来一勺香辣酱，全部炒香，炒出颜色。下入牛蛙和沙块，用大火给它剥断。下青红椒壳块，调味一点谷氨酸钠、胡椒粉、生抽酱油、毛毛醋，继续用大火给它剥断。起锅前淋上2滴香油，和转的关火出锅，香啊！看起来就超级的巴适，就是这个盘子小了一点。要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装出来的话，这个菜才霸气。再来切2口性感的葱花甩上去。非常好吃的沙块炒牛蛙就做好了，蒸子做出来是香辣可口，牛蛙细嫩爽滑，沙块也是入味鲜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。这道菜它放了新鲜的辣椒，突出一个清香味。有时间的时候呢，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这是牛蛙，现在牛蛙很便宜。好便宜，10块，恁便宜啊？可以自由了。我前段时间25是吧？我也买2、3个都是几十块。对呀。今天我买了3个18块。多吃点沙块，
沙可能我不吃的，好吃，你不喊我再回去吃。我不喜欢吃海鲜的。你跟我是反的啊？我没反革命。我是海鲜的话，我是最喜欢。老板儿给我买的新裳，看到没有？排本儿我都舍不得吃，排本儿挡一下。他还觉得不好看。确实啊，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那种。情人节了不是给你买没有啊？我儿子都说他爸爸就喜欢这种款式。不是这个面料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牛筋的，或者是那种很光滑那种。上回子我两个就看了哇。啊。昨天才跟我，你买好几位哟。我上个星期刚忘了回来拿给你。好。你要多来哈子噻，你要多下内江来。懒得跑。促销，早出晚归。多亏人高。嗯。你想的太复杂了。把面粉倒进滚烫的油锅里面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瞬间就变成一道非常经典的川菜，很多朋友见都还没有见过。今天呢，我就用面粉给大家分享一道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面粉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。以前宴席上面的压轴大菜，吃一口真的是满满的回忆。既然是经典川菜嘛，用到的食材肯定也是一些老四川的东西。咱们这两样哈是我们内江的特产，一个是橘红，一个是东条。除了甜以外，其余没什么毛病。趁这个时候来把它切成这种小一点的壳盆儿。以前我们都把这个东条拿来吃起水儿，现在真的是不敢吃了，这个甜度太高了。橘饼也给它切成同样大小的壳壳儿，反正就是小一点。橘饼的话还好，因为它可以拿来泡水喝嘛，止咳化痰。再来上一点炒熟的白吉麻，再来上一点花生碎，还可以放一些葡萄干啦、红枣啊等等果脯，放8到10种都可以的。再来上一点白糖。一般一份的话，3两面粉加个50克的白糖差不多了。以前传统做法应该加100克比较甜，现在给它倒入混合油，猪油和菜籽油一样30克。这里的话还准备了150克的开水。咱们的川菜由于这些年啊麻辣实在是太流行了，不过说实话，麻辣确实它也是好吃，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的传统川菜基本上已经失传了，尤其是咱们今天做的这一道甜香味型的菜，这个甜香味型啊，很多菜都已经失传了。在现代人的眼中，川菜的特点都是只有麻辣了。其实川菜的真正特点，它是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，就是一个菜一种样式，100种菜100种味道。这道菜我讲了这么多，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是什么菜的朋友啊？上次我记得我好像做过这个菜，很多人说它是3不沾，它不是3不沾啊。3不沾在我们四川的话叫甜黄菜，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咱们说一句良心话，今天这道菜呢，它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。锅里面我放了一点油，是单独放的哦，主要是治锅。因为这道菜我以前自己只炒过1到2次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反正我只记得我在成都的时候，只看到过炒1次，都是，印象里面不是很深刻那种，只觉得好好吃哦。那个是炒来包那个架杀入的芯子的。把锅治好之后，这个油给它倒出来，下入我们准备的这个混合油。传统做法就是全部用猪油炒的，但是现代人对健康讲究一点，建议用混合油。猪油炒化后，把面粉给它倒进去，快速的翻转。大家注意，在炒这个面粉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最小火炒哦。如果用大火炒的话，就很容易把它炒糊。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慌，用小火先慢慢的炒。咱们的这个面粉炒至芽黄色就可以了。芽黄色是什么状态？
平时你们烧烟都晓得是那个牙齿烧得更黄的，就是这个颜色。现在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。加入准备好的开水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开水一下去，立马就全部都反杀了。我要大声的喊出来，录录录！这个时候没有给我点赞的朋友，先帮我把赞点起哦，顺便收藏也要点，避免找不到这道菜了。真的太厉害了！反杀过后下入糖，继续用小火炒制，把糖全部炒来融化到这个面粉里面。糖全部炒化后，下入我们的这个果脯，果脯还要留一点哦，等会儿起锅的时候做点缀。继续用小火炒，因为这个巨红和冬瓜糖比较嫩，所以稍微多炒一下。冬瓜糖下锅炒2分钟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。现在关火出锅就可以。把剩下的这一点果脯给它放到这碗中间，炒好的面粉装盘，用瓢棍轻轻的给它按平的，等会儿弄出来我们才好看。用一个盘子扣在上面，给它翻扣过来。非常好吃的八宝锅蒸就做好了，蒸子做出来口感香甜细腻，并且口口都是反沙，比较适合吃完饭之后的一种甜点小吃。但是呢，一次性也不能吃太多了，因为它是高糖高油的一道菜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这一道宴席中的压轴甜菜八宝锅蒸呢？最后的话，我来给大家尝一下看哈，因为这个菜它不是下饭菜，它是一种宴席撒过的压轴小吃类的菜肴。超级的巴适，很细腻，很化渣。这次我放的油比较少，大家如果做的话，其实按照传统的来，油稍微多一点，吃起来更细腻，更加的化渣。咱们平时不是喜欢吃那个架沙肉吗？很多朋友说买不到架沙肉的芯子，你就用这个炒来做架沙肉的芯子就可以。这个做架沙肉的芯子蒸出来绝对好吃的很，但是的话糖就要稍微多一点了，这个甜度还不够，因为我们是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做架沙肉芯子的。在这里哈，我想问一下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这一道八宝锅蒸？吃过的可以在评论打一下当时你吃的那种感受。多了也不说了，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有这道经典的川菜，以后收藏起来给自己的下一代看，知道川菜里面并不是麻辣哈。我现在呢给老本烧一个下饭的菜，就准备吃饭了。这个菜实在没办法下饭哈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散过了，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